1960年，美军飞行员在轰炸北越的滚雷行动中，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损失，以至于不得不做一些突破。所以他们认为说，战争的形态，尤其是空战形态已经改变了。这时候，他们在1969年的时候，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 Top Gun 这时候就已经诞生了。这个训练的机构，它隶属于海军空战部队。在海军空战部队里面，只有前1%的精英才会被送到这个学校去受训。那最后经过了3年的时间，在1972年，美国海军在越南战争中，它的杀伤比例比之前提高了非常的多。这时候 Top Gun 才开始变得一战成名。这支部队的名气大到后来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Top Gun 就是在讲述这个部队里面的故事。汤姆克鲁斯呢，也是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开始一路走红，到现在2020年，Top Gun 出了续集，也是由汤姆克鲁斯来主演，那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那万国在2007年所诞生的 Top Gun 系列的腕表，也是以这个部队的名称来命名。那至于2020年的这部电影会不会里面出现 IWC 的手表呢？大家再一起期待一下吧。比较可惜一点就是这个 Top Gun 学校，它从以前的加州移到了内华达州，那也没有这个学校了，所以他把 Top Gun 编入了一个13周的一个训练课程，所以这是一点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 Top Gun 的话，一共有4款手表在现行发行，那我没有办法收集到4款手表，所以今天拿2款手表讲给大家听一下。那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讲一下右手边这一只，就是 Top Gun 的计时系列。因为它这个手表的背后相当有故事，所以我们先从背后开始看起。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方写的话就是 United States Navy， 这个意思就是美国的海军。然后我们再看到下方它写的是 Fighter Weapon School， 这个的意思的话就是战斗机武器学校。那在表的正中间的话，就是 Top Gun 的这个标志，这个 logo 的话，就是 Top Gun 他们部队所用的一个标志。某些海军空战部队的飞机机尾的部分，他们也会有这个 logo。所以这只手表可以看到背盖的部分，它等于是把海军空战部队这个部队，包含说里面它这个 Top Gun 的系统，都完全的呈现在它的背盖上面了。虽然这只手表呢，它被编排在的是一个飞行员的系列里面，可这只手表它一样有60米的防水，所以它的日常防水性来讲的话都是足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表它的背盖的材质是用的是一个钛金属。钛金属有几种好处，一个就是它非常的轻盈，第二的话就是佩戴起来的话它防过敏，即使流汗的话佩戴也很舒服。第三就是它比钢更硬，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耐蚀性相当的好。因为它毕竟隶属于海军，所以它在甲板上以及船上的时间也是相对比一般来多的。那这款表它的表径的话是44.5毫米，是相对比较大表径的一款手表。那它的材质的话，全部都是用陶瓷的一个材质。那看到右手边3个的话，上下是分别是计时键，那中间的话是龙头，就是调整日期、时间以及星期的。钛金属的好处，除了刚刚所讲的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计时键以及表冠的颜色跟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一样是用钛金属的，而且这个在磨砂陶瓷表圈跟钛金属的这个功能键看起来的话也是非常有一个呼应感哈，层次也相当的不错。那整个表盘的设计以及配饰也是相当的扎实。右手边3点钟有星期以及日期，那在12点钟方向跟下面的话，它分别有着30分钟的计时以及下面的小秒针。小秒针的话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点缀，非常的漂亮。那我们都会讲说昂睡欧短斑嘛，所以在黑色的表盘配上一点红色，真的有挑动我们视觉的感觉。那左边的话是一个12小时的一个计时键。那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讲过，12小时计时键也可以用来当一个 GMT 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来调整一下这款手表。这款手表的话，一样是旋入式的表冠，所以我们先逆时钟把它转开，转开之后顺时钟的话就可以直接上链。那上链的过程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影片是一模一样的。再拉开到下一段的话，顺时钟、逆时钟可以调日期以及星期。再拉开第2段的话，可以调整时针以及分针。全部调整完之后，一样把它按回去，旋入锁紧，这样就可以做到100%的密合以及防水了。
这一款手表的话，它还有做一个很类似的，就是它有做追针的一个计时功能。那它在10点钟方向多加一个按键，那它表壳的材质也不太一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那款手表。那当然，追针属于算是复杂系列，那跟这个的计时就不太一样。这个的计时跟我们一般的一样，上面开始、停止，然后最下面的话是复归、复位的按键。表盘看起来的话，就是跟一般的飞行员系列非常的类似。那下方一样有注记，这款是瑞士制造的手表。那这款手表把它翻到侧面来看的话，它的玻璃一样做的是一个凸面的设计，表壳的厚度的话来到15.7毫米，一样是做的是一个陶瓷的雾面抛光哈，可以看一下。陶瓷的好处的话就是防刮，可是它的坏处就是一旦掉在地上，就很容易会有碎裂的可能。那这一款手表的话，它在内部的话一样是有做一个防磁的一个设计。那这对中高价位的手表来讲的话，算是也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了。那这款手表的表带，它用的不是皮，也不是钢，它用的是一个 NATO，应该这中文我不太会讲，用的是一个 NATO 的一个表带。那这个表带的话，它的硬度会比一般其他品牌 NATO Strap 来的更硬一些。那它在插孔的位置做的是一个皮革，加上车缝线。会相对起到一个比较保护的作用，就不会你用一用之后，它这个开口会变大变小。内缘跟我们手腕接触的部分是做了一个皮革的设计，与手腕的接触密合性会来得更好，佩戴舒适性也会来得好一些，因为它的这个 NATO 算是比较粗的，因为可能每一个品牌设计都不太一样，那所以它在内部加了一个皮革。那内部皮革的好坏见仁见智啦，因为我自己是认为说这个皮的话会经过我们汗水佩戴以及环境会有一些变质，所以这个消磨会相对来得快一些，这是我的看法。那表扣的话一样是一个折叠扣，它内部一样有 IWC 的一个雕刻，还有就是它这个折叠扣的材质一样也是钛金属的一个材质。44.5毫米的一个表盘戴在我的手上，我觉得大小是相当的合适。因为如果你今天想要戴一只计时腕表的话，这就是它应该有的大小，而且在厚度方面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可能是黑色的关系，所以看起来不会有放大的效果。与我手腕的密合度也来得相当的好。至于表带的舒适性，你可能要到店里自己试试看，因为我讲了可能没有办法代表你的感受。讲到表带的部分，刚好我手边有一个我之前买的 Omega 的一个 NATO Strap，这两个表带它的材质是一样的，可是它摸起来感觉是完全不同的。Omega 这个摸起来的话，它是非常的滑顺，那万国这个的话，摸起来的话颗粒感是比较重的。那两个的柔软度也不一样，Omega 的柔软度相当的好，那万国是比较坚硬一些的。两个佩戴起来的感觉也不太相同。其实虽然万国的比较硬，可是我是觉得万国的佩戴起来让我感觉更舒服一些。那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舒服的感觉是不是来自于跟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一面，因为 Omega 跟我们皮肤接触的，它跟表带是一模一样的。那万国它里面有做一个皮面的设计。接下来讲一下 Top Gun 的 Automatic 这个款式，它没有计时功能，就是一般的3针加上日历。可这款手表更符合我所喜欢的样式。它在3点钟方向有日期窗，上下有着 IWC 以及红色 Top Gun 的标志。那它下方的话一样写的是瑞士制造，上方12点钟方向加着万国这独有的标记，三角形加上2个点。整个表壳的材质一样都是陶瓷 ceramic， 加上钛金属银灰色的表冠。整个手表它更符合军表所应该有的样子，它做的是一个针扣，所以你在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手腕大小佩戴起来的话都相当的合适，而且可以快调快拆。那它有一点比较美中不足的就是它配这种 NATO strap， 你看不到后面的表后盖，所以这是我觉得它唯一比较美中不足的一点。它的表壳的厚度来到11.4毫米，表带宽的话是20毫米。所以这个表带的部分，如果你不喜欢这种 NATO strap， 你想要看起来更 elegant 一点，你可以换成皮的，你可以换成你自己喜欢样式的表带，都是可以做更换的。与我们皮肤的接触面一样是皮质的设计，让我们佩戴起来的舒适感会来得更好一些。那翻过来，我们看到每一个孔格的位置都有加了一层皮质的车缝，从表带细节的部分更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设计的用心。
那最后依照惯例，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手表它的上手之后的感觉是如何。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也可以在右下角按下我的订阅键哦。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万国 IWC 飞行员系列 Top Gun 腕表。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为我订阅、分享以及按赞，你的鼓励是我最大的泉源哦。